各位观众，下午好！现在是新加坡时间的2025年7月29日周二下午的5点27分。教大家一个相对来说刷币安阿尔法损耗比较低的方式啊。那这个方式的话还是可取的。那我们这边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首先来到阿尔法的板块，那选择到的代币还是 KOG， 因为它的成交额是比较大的。那流动性的话还尚可啊。但是任何代币的话都有插针的风险，请一定要密切关注流动性是否在短时间内急速下降减少。那我们这边点击一下交易，选择到限价单，因为限价单现在是4倍的活动。我们看向订单铺这一边啊，那以目前的价格来看的话，47.99这一个价格是目前的订单铺最低价。如果你以这个价格去进行到一个购买的话，很可能这个订单是没有办法快速的成交的，它是一直会卡在这边，进度永远是显示0。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，我们推荐大家先进行撤单，然后以目前价格的平均来看，那现在很明显就是 48.011 是比较多的，然后这边我们把这个拉到最满，然后去进行买入。在买入的时候，大家看一下，我是1295.2订单快速被成交，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点击到卖出了。卖出的话，其实它对价格的要求不是那么的硬性啊，我们这边的话可以直接将进度拉到最满，然后进行到卖出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它也是快速的就把它卖掉了。然后看一下我们当前价格是 1294.7， 然后距离我们刚刚是 1294.7 啊，那么距离磨损的话是单次 0.4 到 0.5， 我觉得这个范围还算是比较正常的。不知道各位观众老爷的话有没有更好的方法？使用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轻松注册币安，全球第一交易所，享受手续费减免 20%。OKX 最强新人福利数字盲盒最高返现 20%， 以及独家签名的 XT 交易所拥有全网最高的合约返现比例 20%， 现货比例 49%， 赶紧注册起来。另外，我们的跟单平台现已开放，可以利用手上闲置的资金进行跟单，赚取意想不到的收益。这里不建议小资金进行跟单。接着我们来参与到 Somonea， 其实不太愿意提这个项目，一方面它时间蛮久的，一方面它迟迟没有什么动作。创始人之一保罗·托马斯在今天下午4点40分说了一条推文啊，推文是说，如果你之前有参与过这个 ID Card 的 Mint， 就是 Rudy Circle ID， 以及是对应的 Getcoin 和那个 ZK Pass 来过滤掉女巫啊，证明自己是人类，你就有此次的空投的资格。那这很明显就是查女巫的形式嘛。那按照我们以往的惯例啊，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，凡是参与过的项目，只要开始公开查女巫，并且时时挂在嘴边的，包括查 IP 的，都不是什么好项目。这些项目的话，大概率都会女巫啊，或者用我们广为流传一句话，最终我们都会在阿尔法相见。那鉴于他出了这条推文的话，我们有必要跟大家再重新梳理一下宋木内亚的参与角度啊。那他今天更新了游戏类型的任务啊。我们其实也不难发现啊，每一期游戏的话，参与的人数都是比较少的，因为游戏它需要自己去真的完成，比如说链上的挖土啊，就我的世界，然后去合成。那像前段时间刚结束的，因为那段时间的话，我们在做交易类型的视频，所以这个视频我就没有出啊。他参与的人数仅有36775。那你要注意一下，它只要含有社交类型的任务的话，它的人数可以达到100多万，甚至是1000万以上。所以呢，我认为你参与游戏类型的任务的话，很可能会作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，因为它会核实链上正在玩游戏的这些玩家。本身 Somonea 我觉得它的平台指标还是什么意思，就是它最终这个平台要做什么，应该是将游戏和 Web3 连接在一起。我个人觉得是这个，因为也没有对这个 Somonea 过多了解啊，所以我认为游戏任务和每日签到是至关重要的，其他的话可以暂时先放弃。每天的签到一定要签，只要你漏签一次的话，就要从1开始，这对你的那个链上活跃度大打折扣啊。那我们再说回这个女巫的这个方向上，那首先很多观众也会在这个方向说，要不要去 mint 这个 ID 卡呢？因为它是有成本的，是需要花钱，大概好像是2到3 U 左右吧。那这个分数的由来，我们给大家解读一下。这个分数的由来是你参与到 Somonea 的深度，这个项目的深度。比如说你做了很多关于 Somonea 的任务，
或者是完成了很多关于 Somnia 的一个交易笔数，就比如说我们可能 mint 什么 ID card，或者是做一些相关类型的游戏任务的时候，可能是需要花费一点测试代币的。那么凡是用到测试代币的话，交易的笔数都会统计在这里。那这是最终核定的分数。目前的话，在下方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到，你这里日常的活跃，然后当前账户的钱包以及是交易的笔数啊，这边都会有体现，所以它会给到你这个具体的分数。然后我们再说回刚刚一开始观众老爷比较好奇的那个问题，那我要不要去mint这个 ID card 呢？本身这一个平台的话 ，Somnia 好像没有过多介绍，我应该是没有看到有过多介绍这个平台。但是你这样去想，你比如说你设计了一个产品，有一个平台可以帮助你啊，那个收集很多使用过你这个产品的用户的，比如说建议也好啊，或者是意见也好。那我个人觉得的话，它就可能会作为之后的一个凭证，空头凭证，那也就证实了他在这一条推文当中说的，如果你之前有 mint 过这个 ID card 的话，很可能会排除女巫。当然这个也说不好，因为女巫的形式有很多种啊，不是说你 mint 一个 ID card 可能你就不会再女巫了，这个都说不好。所以在这个方向上呢，我们更建议深度参与到 Somnia 的用户呢，可以去 mint 这个 ID card。请注意，我们有加一个先缀啊，就是你是深度参与的。如果你只是做一下平常的社交类型的任务啊，或者是每天进行一下签到，分数本身不多的情况下，那这个 ID card 的话，你可以暂时性先放一放，因为它后续也说到，使用到 Getcoin 和 ZK Pass 的话，也同样可以过滤到这个女巫的攻击。ZK Pass 我们之前已经参与过了，这个不是参与过，是核验过了。它就是通过可能币安或者是 OKX 的那个 KYC 认证，然后就可以 ZK Pass 来自动进行通过，也是可以的。那这个也是没有任何成本的。再提一嘴啊，我们只是建议啊，不做过多干涉。那我们再来到 Somnia 的最新类型的任务啊，这个任务的话，今天更新的游戏种类会比较多啊。那首先我们打开到第一款游戏，它是要获得最少1000分，在这一个 Slap Rise， 点击一下 Start Here，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游戏进度条，等待它加载完成之后呢，需要连接好我们的小狐狸或者是 OKX 钱包，这两者其中一个都可以，只要你确保这个钱包地址和这个是一致的就好。然后等待进入游戏，加载好了以后呢，就可以进行 Start Game。然后在这个方向上是只可以通过鼠标来控制的，再三注意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要注意一下我们手套的颜色，现在是蓝色，所以我们只能吃蓝色的。然后这里呢，更建议大家要一直在这里进行发育啊，因为后期的话要面对一个 BOSS。我们最终吃完这一个蓝色手套呢，是要进行到一个通关的，就是要把这通道内的，我们是蓝色嘛，所以要把蓝色通道内的这些人全部打趴下。然后在这个方向上就要不断的发育，在右上角左上角会显示你的这个当前的分数。然后这里的游戏要求就是完成1000分就可以核验这个任务了。那还是就是要不断的去玩了，这个游戏的话还比较简单了。分数达到1000之后呢，就可以进行收集这个奖励了。然后是第二款游戏，第二款游戏的话是黑洞游戏。那相信各位观众也应该对这个黑洞游戏不陌生啊。那也是一样的，同样等待这个游戏的加载，然后连接好自己的钱包，就开始了这一次的黑洞。黑洞的话就是吞噬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物体，然后通过慢慢自己的体积变大，最终完成这个目标。它的分数要求是60K 哦。那这个分数的话还是蛮高的，这两项任务的话都是能够直接去完成的。然后第三项是关注到他们的官方推特，加入到他们的 Discord， 这两个都是比较好理解的，因为社交类型的任务，我们再次说明啊，游戏类型的任务的话，很可能侧重点会比较高，社交类型的话，说白了都是脚本在操作了。第5项任务的话是贪吃蛇啊。那这个有点像求救大作战版的贪吃蛇，我们点击一下，然后选择到 Start Here， 在这里呢连接好我们的钱包，选择到一个 Gameplay， 然后在这里呢选择到 Play。它这里点不了，我们选择到下方的第一个板块，
然后生态内的所有的游戏都可以进行尝试啊，我们只是以第一个板块给大家举个例子。然后这边我们等待加载，加载好了之后呢，选择到一个 Play， 然后这边等待。然后每一次的话是需要花费测试代币的啊，这个也挺好的，交互了我们的交易笔数 ，OK 吧？然后这里我们等待它那个交易确认完成，然后就可以进入游戏了。就是不断的变大，吃这些东西，然后鼠标控制，鼠标左右键，就鼠标来控制方向。然后就是不要碰到其他玩家，除非其他玩家的头碰到你的身子，你是可以吃到他这个分数的。除此之外的话，就保护好自己的头部。另外提醒一下各位观众也怎么看自己三叶草的数量啊？在这里游戏的板块啊，我们选择到 Backpack 背包，然后这里就会有三叶草。那请注意啊，每一次游戏都会花费测试代币，请一定要认真玩。如果你认真玩下来一局的话，不要那么快，不要像我一样这么快就死掉，你是能够拿到对应的那一个三叶草数量的，一局就可以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，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